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2章。普洛森夫人。罗伯特·奥德利在乔治的箱子里找到的那捆信件中，有一封上面写着他失踪朋友父亲的名字。那位父亲从未对独子宽容过，并且乐于以乔治轻率的婚姻为借口，任由这个年轻人自生自灭。罗伯特·奥德利从未见过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但乔治偶尔提及父亲时说的话，让他对这位先生的性格有了一些了解。乔治失踪后，他立刻给托尔博伊斯先生写了信，措辞谨慎，隐晦地表达了写信人担心这件神秘事件中可能存在某种阴谋。几周后，他收到一封非常正式的回信。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在信中明确表示，自从儿子结婚那天起，他就已经免除了对儿子的所有责任，而且他儿子荒唐的失踪与他荒唐的婚姻如出一辙。这位充满父爱的写信人在附言中补充道，如果乔治·托尔博伊斯先生怀着卑鄙的目的，想通过这种假装失踪的方式来博取朋友们的同情，从而在经济上获利，那么他代表那些与他打交道的人，对此感到极度失望。罗伯特·奥德利愤怒地回了一封信，告知托尔博伊斯先生，他儿子不太可能为了骗取朋友们的钱财而躲藏起来，因为他在失踪时银行里还有2万英镑。寄出这封信后，罗伯特便打消了从这个人那里获得任何帮助的念头。在正常情况下，这个人本应最关心乔治的命运，但现在，随着他一天天接近摆在他面前的那个黑暗结局，他的思绪转向了那个冷酷无情的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我离开南安普敦后会立刻动身去多塞特郡，他说，去见见这个人。如果他甘愿让他儿子的命运成为所有认识他的人心中一个黑暗而残酷的谜团，如果他甘愿带着对可怜孩子遭遇的未知而入土为安，那我又何必去试图解开这个谜团？把那些可怕的拼图碎片拼凑起来，把那些零散的片段一旦组合起来，就可能构成一个可怕的整体，重新整合呢？我会去找他，把我最黑暗的疑虑告诉他，由他来决定我下一步该怎么做。罗伯特·奥德利乘最早的快车前往南安普敦，火车驶过的乡间覆盖着厚厚的白雪。这位年轻的律师裹着那么多围巾和旅行毯，看起来像一团行走的羊毛制品，而不像一位声名显赫的职业人士。他阴沉地望着雾蒙蒙的车窗，车窗因他自己和一位年迈的印度军官，他唯一的旅伴的呼吸而变得模糊不清。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那风景在雪的覆盖下呈现出一种鬼魅般的景象。他打了个寒噤，裹紧了层层叠叠的旅行毯，很想与迫使他在如此恶劣的冬日清晨乘坐火车的命运抗争一番。谁会想到我会对他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呢？他低声说，或者没有他，我会如此孤独。我积攒了一点小钱，我是我叔叔爵位的推定继承人，而且我认识一个女孩，我相信她会尽力让我快乐。但我承认，如果这个谜团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乔治·托尔博伊斯能回到我身边，我明天就愿意放弃一切。身无分文。他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抵达南安普敦。他穿过站台，雪花飘落在他的脸上，然后向码头和城镇地势较低的一端走去。他穿过那座古色古香的老广场时，圣迈克尔教堂的钟声敲响了12下，然后他摸索着穿过通往水边的狭窄街道。莫尔登先生把他那破败的家安置在一条阴暗的小巷里，
投机商喜欢在繁华城市周围一些无人问津的荒地上建造这种小巷。布里格姆露台或许是自历史上第一位泥瓦匠使用抹子、第一位建筑师绘制蓝图以来，用砖块和灰泥建造的最阴沉的建筑群之一。那位投机建造这10间令人沮丧的8居室牢房的建筑商，在房基尚未完工时，就在附近一家酒馆的客厅门后上吊自杀了。那位购买了这些砖块和灰泥框架的人，在粉刷工还在布里格姆露台工作时就申请了破产。粉刷工们一边粉刷天花板，一边替他打掩护。厄运和破产似乎一直缠绕着这些不幸的住所。在酒馆窗前空地上玩耍的喧闹孩子们，对法警和保险代理人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对肉贩和面包师。有偿付能力的房客会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被鬼鬼祟祟搬家的搬运工发出的噪音吵醒。无力偿付的房客则公然在他们那8居室的堡垒里对抗收水费的人，并且一连几周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获得了这种必需的液体。罗伯特·奥德利从海边转过身来，望着这个贫困潦倒的地方，不禁打了个寒噤。他走近时，一队送葬队伍从一所房子里走出来，队伍里抬着一个孩子的棺材。他想到，如果那小小的棺材里装着乔治的儿子，他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孩子的死负有责任。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一阵恐惧的寒意。可怜的孩子不会再睡在这个阴暗的陋室里了。他一边想着，一边敲响了莫尔登先生家的门。他是我的网友留下的遗产，我会守护他的安全。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女仆打开了门，带着几分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奥德利先生，同时用鼻音问他有什么事。小客厅的门半开着，罗伯特听到刀叉的碰撞声和小乔吉欢快的说话声。他告诉女仆，他从伦敦来，想见托尔博伊斯少爷，并且会自己通报。然后他便不再多言，从他身边走过，打开了客厅的门。他这样做的时候，女孩惊讶地看着他，然后仿佛突然有什么急事似的，摘下围裙，飞快地跑到外面下着雪的空地上。他像箭一样穿过空地，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一直跑到一家名叫马车与马匹客栈的酒馆门口，才停下来喘口气。莫尔登先生是那家酒馆的常客。这位海军中尉忠实的仆人把罗伯特·奥德利错认为某个新来的、坚决的市政税收员，并且不相信这位先生的自我介绍，认为那是为了摧毁拖欠税款的乡下人而编造的狡猾谎言，于是急忙去向他的主人报告敌人的到来。罗伯特走进客厅时，惊讶地发现小乔吉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对面坐着一位女士，她正在主持一顿看起来不太开胃的午餐。午餐摆在肮脏的桌布上，旁边还有一壶啤酒。那位女士看到罗伯特进来，便站起身，向这位年轻的律师谦卑地行了一礼。他看起来大约50岁，穿着旧的丧服。他的肤色令人不快的苍白，从帽子里露出的两绺平直的头发是那种通常伴随着红润脸颊和白色睫毛的暗淡金色。她年轻时或许是个乡下美人，但她的五官虽然还算端正，却带着一种小气的感觉，仿佛对于她的脸来说太小了。这个缺陷在她的嘴巴上尤其明显，那张嘴对于她所容纳的牙齿来说，实在是个不合适的容器。他向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行礼时露出了笑容，那笑容露出了大部分方形而贪婪的牙齿，丝毫没有增添他的个人魅力。莫尔登先生不在家，先生，他假惺惺地客气道，但是如果您是来收水费的，他让我告诉您。小乔治·托尔博伊斯打断了他的话，
他设法从他坐着的高脚椅上爬下来，跑到罗伯特·奥德利身边。我认识您，他说，您和那位高个子先生一起来过文特诺，而且您来过这里一次，给了我钱，我把钱交给爷爷替我保管，我总是这样做的。罗伯特·奥德利抱起孩子，把他带到窗边的小桌子旁，待在那里。乔吉，他说，我想好好看看你。他把孩子的脸转向光亮处，用双手把孩子额前的棕色卷发拨开。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乔吉，而且你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他说，你想去上学吗？哦，是的，我很想去。孩子热情地回答。我去过佩文斯小姐的学校，就是日托学校，您知道吗？就在另一条街的拐角处。但是我得了麻疹，爷爷就不让我再去了，怕我再得一次。而且爷爷不让我和街上的其他孩子玩，因为他们很粗鲁。他管他们叫小流氓。但是他说我不应该叫他们小流氓，因为那是个坏词。他说该死和见鬼，但是他说他可以，因为他老了。等我老了，我也会说该死和见鬼。而且我很想去上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今天就可以去。普洛森夫人会帮我准备好衣服的，对吧，普洛森夫人？当然，乔吉少爷，如果您爷爷希望这样的话。那位女士回答道，看着罗伯特·奥德利先生时，显得有些不自在。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罗伯特心想，一边把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开，投向那位浅色头发的寡妇。他正悄悄地走向乔吉·托尔博伊斯和他的导师说话的那张桌子。他还以为我是个对这些可怜家当怀有敌意的税收员吗？还是他紧张的原因有更深层的根源？无论如何，这都不太可能，因为无论莫尔登中尉有什么秘密，我不认为这个女人知道。这时，普洛森夫人已经来到小桌子旁，正要抱起孩子。罗伯特突然转过身来。您要对孩子做什么？罗伯特问道。我正要抱他去洗脸，先生，然后梳头。那位女士用和他谈论水费时一样的奉承语气回答道。如果他的脸很脏，就不值得多看他一眼了。先生，我不会花超过5分钟来打扮他的。他在说话时用胳膊搂住了孩子，显然是要强行带走他。这时罗伯特阻止了他。我宁愿看到他现在的样子，谢谢。他说，我不能在南安普敦待太久，我想听听这个小家伙要对我说些什么。孩子更靠近罗伯特，信赖地看着这位律师灰色的眼睛。我喜欢您，他说。上次您来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很害羞。但是现在我不害怕了，我已经快6岁了。罗伯特鼓励地摸了摸孩子的头，但没有看着小乔吉，而是看着那位站在窗边注视着空地的浅色头发的寡妇。夫人，我看到你有些不安，罗伯特说。听到这位律师的话，他脸红了，相当困惑地回答了他。先生，我正在找莫尔登先生，他回答道。如果他不见到您，他会很失望的。那么，您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先生，但是……孩子打断了他的话，从胸前掏出一个镶嵌着珠宝的小怀表，拿给罗伯特看。这是那位漂亮的女士给我的手表。他告诉他，我现在有了它，但是时间不长，因为修理它的珠宝商是个懒惰的人，爷爷说，而且他总是把它拿走很长时间。而且爷爷说，他必须再次清洁它，因为税收的原因。
每次有税收的时候，他总是把它拿去清洗，但是他说如果我把它弄丢了，那位漂亮的女士会再给我1块的。您认识那位漂亮的女士吗？不认识，乔吉，但是跟我说说她吧。普洛森夫人想再次抱起孩子，这一次她拿着1块手帕，过分地关心小乔吉的鼻子状况。但是罗伯特移开了那件可怕的武器，把孩子从他的折磨中解救出来。如果夫人能好心让他安静地待5分钟，孩子会没事的。他说，我们来看看，乔吉，你为什么不坐在我的膝盖上，告诉我关于那位漂亮的女士的事情呢？孩子从桌子上下来，坐在奥德利先生的膝盖上，有些粗鲁地抓着他导师外套的领子。我会告诉您所有关于那位漂亮的女士的事情，他说，因为我非常喜欢您。爷爷告诉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我会告诉您，您知道吗？因为我喜欢您，而且您会带我去上学。那位漂亮的女士有一天晚上来到这里。很久以前。哦，很久以前，孩子继续说道。他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种表示时间间隔相当长的严肃表情。他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现在这么大，而且他是在晚上来的。当时我已经睡着了。他走进我的房间，坐在床上哭了，然后把手表放在我的枕头下。然后，您为什么不高兴？普洛森夫人，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乔吉突然转向站在罗伯特身后的寡妇补充道。普洛森夫人结结巴巴地道了个歉，辩称她担心乔吉少爷会让人感到厌烦。夫人，您能不能等我说完再让小家伙闭嘴？罗伯特·奥德利厉声说道。一个多疑的人可能会认为，从您的行为来看，莫尔登先生和您已经策划了一种阴谋，而且害怕这个孩子会说出什么。他说完后，从椅子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普洛森夫人。当这位浅色头发的寡妇想回答他时，他比他戴的帽子还要苍白，他那苍白的嘴唇非常干燥，以至于他不得不用舌头先润湿它们，然后才能说话。孩子缓解了僵局。别生气，普洛森夫人，他说。普洛森夫人对我很好，她是马蒂尔达的母亲。您没见过马蒂尔达？可怜的马蒂尔达总是哭，她生病了，而且……莫尔登先生突然出现在客厅门口，打断了孩子的话。他看着罗伯特·奥德利，表情半醉半恐，与一位退役海军军官的尊严极不相称。那位气喘吁吁的女仆站在她主人的身后，尽管时间还很早，但她说话含糊不清，猛烈地转向普洛森夫人。您无权认为自己是个理智的女人，她责备道。您为什么不带走孩子，给他洗脸？您想毁掉我吗？您想结束我的生命吗？带走孩子，奥德利先生，我很高兴见到您。我很高兴在我的陋室里接待您。这位老人礼貌但带着醉意的声音补充道，同时他倒在椅子上，试图看清楚这位不速之客。无论这个人有什么秘密，罗伯特心想。同时，普洛森夫人匆忙地带走了小乔吉·托尔波伊斯。那个女人都知道，无论这个谜是什么，它都变得越来越黑暗浓重。我徒劳地试图后退或停下来，因为有一只比我自己的手更强大的手，正在为我指明通往我网友那不为人知的坟墓的道路。